这些机体居然是高达，可千万别被他们人畜无害的外表所迷惑。上一期我们讲了一些看似是高达，但实际上不是高达的机体。很多人表示想反过来聊聊，那聊聊就聊聊。其实这类机体数量并不是很多，而且大多数还只是换了个头，比如大名鼎鼎的扎古 Zeta 和吉姆头陆战。这两位都突出一个被迫营业。由于高达头部的科技含量相当高，集成了最顶级的摄像头、雷达、通信等设备，一旦毁坏，如果没有配套的替换件，让整备班大爷手搓也不是搓不出来。就是如果时间太紧的话，那就真不如直接拿一个低配的平替头装上了。虽然这些量产机的头部设备比较低端，但由于高达宇宙有着超强的技术兼容性，因此简单适配还是不成问题的。顶多就是视野效果啥的差了一点，忍一忍凑合用吧，总比在格达库里边被打炸了强。EZ8比起刚才那缝缝补补又一年的两位 ，EZ8 就是个唱反调的。在西罗把自己的陆战活大破以后，你说修吧，跟重新组装一台新的也差不多了；不修吧，也没别的像样的机体给男主用了，不如直接大干一场。修理的时候再顺便把它升级，提高了耐弹性的同时还减了重，就是标志性的天线没了，小红嘴巴还被捂住了不少，导致很多人以为这是啥高端吉姆呢。还好高达标志性的雪铁龙得到了保留，这才给 EZ8 挽回了一些高达的颜面。蓝色命运1号机又是陆战高达系列原本是根据陆战吉姆开发的，可是呢，由于陆战吉姆扛不住 EXAM 系统，所以换上了陆战高达的身体。可是吉姆头里的数据又不好转移，因此干脆直接把吉姆头装陆战高达身上了。虽然部件的组成方式与卡莲的吉姆头陆战相同，但总感觉有哪不太一样。利克迪亚斯这东西四肢粗大，配色简单，最关键的是还配了一个独眼，怎么看怎么不像是高达吧。然而呢，这台机体在开发之时是被开发人员命名为伽马高达，无论是用料还是技术力都是当时顶尖的存在，称之为高达真的是毫不为过。而且与想要开发德尔塔高达却因技术力而半途而废的百事不同，利克迪亚斯就是开发人员心中想要的伽马高达。至于这伽马高达为啥是独眼，当然是因为开发团队就是由吉翁公国的原技术人员组成的，这又何尝不是一种 NTR 呢？而且这个外观也多多少少可以欺骗下愚蠢的联邦高官，甚至连编号也由原本的 MSA 099改成了 RMS 099来上报，突出一个剧中剧外的人都要骗。而利克迪亚斯这个名字剧中也有提到是夏亚对不起是科瓦特洛上尉起的，原型是发现好望角的葡萄牙人巴索罗缪·迪亚斯的姓氏，红色角马。如果说利克迪亚斯是想要做成一台高达，结果被吉翁技术人员做成了大魔的形状，那红色角马就是已经做成了高达的形状，却为了出口到吉翁残党而改造成了吉翁最喜欢的形状。其实机体原型就是 GP04， 也是正儿八经的高达。最后这个角马的外观可以说是充满了联邦、阿纳海姆与吉翁残党的勾心斗角。西蒙利、古辛，咱们还是照常说一个非 UC 的例子西蒙利和古辛这俩机子，说实话，你就说他们不属于高达系列动画都有人信，但是人家内构就是高达骨架，所以别管外观如何变化，它心依旧是高达心。多蒙卡修，东方不败。与上一期提到的刹那刚好相反，这老爷俩虽然从未说过自己是高达，可他们比高达还高达。纵观整个高达宇宙，敢挑衅他俩的高达呢，真是寥寥无几。人形高达可不是白叫的。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这些扎古严格来说都不是扎古，你认错过吗？其实对于大多数高达路人粉来说有的甚至于粉丝都算不上只是喜欢买高达模型而已。独眼机就是扎古的说法，算得上是相当简单易懂的概念了。但事实上独眼与独眼之间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咱们先来看看几台机体大家觉得是扎古的扣1，不是扎古的扣2。现在开始请问它是扎古吗？5、4、3、2、1，下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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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它是扎古吗？5、4、3、2、1，
好了，大家玩够了以后啊，下面该进入老 P 的口胡时间了。要认定一台机体是不是渣古，首先要定一下渣古到底是什么。咱们可以以人类家族为例子啊，如果把渣古看作一个大家族，那么广义上来说啊，只要与老一辈渣古有直系血缘关系的，且被纳入渣古家族的，就是渣古。就好像渣古会有自己的兄弟姐妹，会有自己的嫡系子孙，也会接纳兄弟姐妹的子孙们。而狭义上来说呢，渣古指的就是血脉最纯正的那老哥几个。就是说，如果把研发渣古的吉翁尼克公司看作是母亲，把出资人吉翁看作是父亲，那么只有由他俩生出来的，并且取名为渣古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渣古。1年战争以后，吉翁尼克公司被阿纳海姆收购了，相当于说吉翁尼克公司改嫁了，而生出来的孩子呢，只能说是与渣古有血缘关系，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渣古了。而吉翁的后代，吉翁残党啊、新吉翁啊、新吉翁残党啊，他们本身只是传承了吉翁的一部分血缘，但并不是吉翁本人，因此他们生产出来的渣古也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渣古了。简单来说渣古必须是原来那个爹和妈生的，且名字必须是渣古的，你得明白。像是动画中常见的渣古1、渣古2，就是根正苗红的渣古。把他俩视作老爷爷的话，那狙击型渣古1、高机动渣古2、渣古2改这些机体，就相当于把这俩老爷子拿去改造，但本质还是这老哥俩。所以他们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上来说，都是纯种的渣古。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几个定义比较模糊的机体。首先是老虎，老虎的爹是吉翁，娘是吉翁尼克公司，自己又相当于是陆战特化的渣古。其实论血缘它是跟渣古相当接近的存在。看系列主编号的话，渣古1是 MS05， 渣古2是 MS06， 而老虎呢则是 MS07。可怎奈它名字就是老虎，官方还找蓝巴嘴替表示那么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就肯定不是渣古。然后是大魔，作为与渣古、老虎同一辈的老牌独眼机，大魔也经常被人误认为是渣古的改良型机体。但实际上大魔虽然爹还是吉翁，但他娘是兹马德公司，所以与渣古其实是相去甚远。接下来是伊芙利特，这款机子相对小众了一些，可是它的外观呢又有点像渣古和大魔的缝合体，因此也经常被误认为是渣古。而且它的系列主编号是 MS08， 也会让人误以为它是吉翁尼克公司的，而实际上呢，它是兹马德公司参考渣古2来制作的。所以虽然有点像，但是完全不能画上等号。这可有意思了高渣古，它的设计原型就是渣古，只不过呢，他爹是联邦，他妈是改嫁给阿纳海姆的吉翁尼克，所以虽然他跟渣古非常相似，甚至名字里边也有渣古2字，但它本身呢已经是融入了吉姆的血液，里边已经是联邦的形状了，在渣古宗族里边可能都称不上嫡系，可是呢它又确实传承了渣古的血脉，所以这个事儿就要看你怎么理解了。它的后续机马拉塞则是血缘更偏的渣古后代了。然后是重头戏了渣古3，你看渣古1、渣古2都是正儿八经的渣古，那渣古3无论是从造型还是命名都是非常正宗的渣古了吧？可实际上呢，他爹是新吉翁，他娘是阿克西斯，虽然外表与渣古2有几分神似，但毕竟爹妈都不同，年代又相差甚远，技术规格已经是完全两码事了。之所以叫渣古3，只是为了传承渣古这一名号，给新吉翁军一点 buff 加成。但是你说他跟渣古没关系吧，也不完全对。就这么举例子吧，如果说渣古2是刘邦，渣古3就是刘备，有血缘关系，又是四川发家，而刘备则是希望借助与刘邦的相似之处，蹭一个口碑，大概是这么个感觉。那么渣古3的后代，儿子吉拉多加和孙子吉拉祖鲁，就相当于是刘禅跟刘邦攀亲戚，有血缘关系，但连宗族可能都算不上了。他们更是跟吉拉没关系说起来还有个有意思的东西在里边，就是虽然渣古3是新吉翁和阿克西斯的作品，但吉拉多加和吉拉祖鲁都是阿纳海姆协助开发的，而阿纳海姆呢又是吸收过吉翁尼克公司的，也就是说从血缘上来看，吉拉多加和吉拉祖鲁其实比渣古3更接近渣古2，相当于是刘备娶了汉灵帝刘宏的女儿生出来的孩子。哎妈，太乱了不理了剩下的像山楂饼红绿鹦鹉卡比尼这些独眼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不是渣古。最后这个就更是重量级了渣古勇士。拜高达 C 的扩圈的福，不少人只看过 C 的00啥的，基本上不太接触 UC， 可又对渣古这一名字早有耳闻。这来一个渣古勇士，里边有渣古俩字，外形又非常神似，就很容易被误认为这就是渣古。但实际上呢，这俩是完完全全两码事
它已经不是刘邦和刘备的关系了，它相当于是刘邦和刘罗锅的关系了啊。包括 C 的里边出现的烈焰老虎和大魔骑兵，也是与 UC 的老虎和大魔只是形似，借了点名字，本质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请大家一定要分清啊，最好以后直接叫全名扎古勇士，这样就便于交流了。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这些高达居然都不是高达，今天的这个视频啊，非常适合发给你们的女朋友看看。相信屏幕前诸位高达粉丝的女朋友已经过了管高达叫变形金刚，或者管扎古叫高达的幼年期了，可以让他们看看青年期的高达知识了。这样以后就不会出现你过生日他想给你买高达，结果买了个吉姆回来的情况了。哎，好像吉姆也不错啊。咱们呀，还是先定一下什么是高达吧。我觉得最简单易懂的方式就是看包装盒上有没有写 Gundam 这几个字，有就肯定是高达。当然，有些机体虽然是高达，但由于加了一些装备或者是命名方式比较特别，不会在包装盒上写明是高达。这个呀，就需要自己来判断了。接下来啊，说几个相对比较常见、长得有点像高达，但其实并不是高达的机体。林格斯改。作为大名鼎鼎的高达剧场版，逆袭的夏亚中，阿姆罗初期所驾驶的机体，犀利的双眼，经典的配色，高达尼姆合金的材质，就算是高达粉丝圈，也有一部分人啊会误以为它是高达。然而实际上，它只是 Zeta 高达的阉割版。作为一台比 Zeta 高达开发晚，却还只能一次性变形的机体，虽然称不上是量产机，但也配不上高达的名号了。而它的改进版本林格斯改则拥有了更加像高达的头部，由于是专门为阿姆罗而改造的机体，盾牌上也印有阿姆罗的标志，但别管外形如何，它终归是林格斯，不是高达。银弹儿，这个好像不能乱加热音啊，银弹。这台机子可以说是相当有名了啊，它的祖宗是大名鼎鼎的 MK5， 那是正儿八经的通天文老高达了。有一台 MK5 被运到了阿克西斯，在加入了精神感应框架以后，就改造成了彪狼了。从这一刻起，它就从里到外都不干净了，不能称之为高达了。而银弹呢，又是由彪狼改造而来的，外观又加入了高达特征，我愿称之为返祖现象啊。只可惜从血缘关系上来说，它已经是不配埋入高达家族的祖坟了。奎曼莎，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如果不看躯体，光看头的话，对于不懂高达的人来说啊，还确实有几分像高达。可是呢，你拿给看过几部高达，但阅历又不算丰富的人来看，他肯定脱口而出：“哎呀妈呀，这不刹帝利吗？”而如果你再把刹帝利的图拿给没怎么看过高达的人来看，他肯定又脱口而出：“哎呀妈呀，这不扎古吗？”高达粉丝的食物链就是这么来的。强袭吉姆特装型。吉姆的底子，吉姆的名字，加入高达的科技，高达的脑袋，就造就出了这台一点都不吉姆的吉姆。不但长得不像，还失去了吉姆系便宜耐用的优良传统，造价昂贵不说，还不能被称之为高达。你就说这机设有多奇葩吧。百世 Delta Plus， 百世到底是不是高达？这个争议一直挺大的，主要还是对高达的定义模糊。许多人觉得呀，高达系以及旁支机体都是高达。百世其实是开发德尔塔高达时，由于技术力问题，砍去了变形结构后的妥协产物。也就是说，本来是想造一台高达的，可是最后没造出来，弄了个半成品。你说它算不算高达呢？反正设定集里边是从未提到过它是高达的。德尔塔 Plus 则是百世系列的后续。那么如果说父辈都不是高达了，那子辈自然也无法称之为高达了。虽然它确实有点像，连独角兽剧中的12妹都给认错了。Zeta Plus， 说到 Delta Plus， 就不得不提一嘴 Zeta Plus 了。对于稍微懂一点高达的人来说啊，肯定是认识 Zeta 高达的。而与 Zeta 高达如出一辙的 Zeta Plus， 也是经常会被误认为是高达的常客了。其实高达这个名词啊，向来都是给当时代最顶尖的机体冠名的。Zeta Plus 作为 Zeta 的量产机，就已经失去了成为高达的资格了。说起来啊，高达作品里边能小规模量产还能叫高达的，也就只有陆战高达了吧。M1 一端村雨。接下来啊，咱们来看看 C 的系的。作为系列卖胶扛把子之一，异端高达算是未动画化的高达机体中卖的特别好的。而与它长得非常像的 M1 异端与村雨却并不是高达，原理与 Zeta Plus 一样，量产机是不配叫高达的。小鸡霸，作为超级机器人大战中高达系的衍生机体，小鸡霸从机设上来说，那是正宗的提坦斯系高达。而随着激战 OG 系列的推出，小鸡霸也成为眼镜厂和戴哥之间的裂痕。版权问题啊，那是一直没得到解决，相当于是正黄旗的高达在紫禁城里边落不了户，懂了吧？刹那，
这个角色一直嘴里嘟囔着自己是高达，到最后啊，甚至还换上了金属的身躯，但他依然无法被称之为高达。请集美们一定要小心啊，别被他的口头禅给骗了。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